中国空军与外机对峙超过2小时，并且将其逼退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天少。近日，我轰炸机机长廖江斌在执行战略巡航任务时，曾遭遇外军战斗机的近距离挑衅。廖江斌对其喊话广播：“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，你们的行为已经严重的威胁到我飞行安全，现向你提出严重警告，请不要影响我们执行任务。”面对外机亮肚皮、秀武器等危险动作，廖江斌和战友们没有一丝一毫的退让，继续沿着预定航线飞行，坚定宣示主权，一点不能退。外机一个编队走了，另一个编队又来了，经过长达2个多小时、几个波次的对峙，外军的飞机最终飞离，我军飞行员最终沿着预定的航线宣示主权，一点不能退，最终完成了此次军事使命任务。那么这次廖江斌他们所驾驶的轰6型战略轰炸机在巡航过程中呢，到底碰到了什么样的情况？我想很可能是进入了某个国家的所谓的防空识别区，而且这个防空识别区附近就有我们国家的岛礁。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外军的飞机连续起飞，对我们进行跟踪，甚至呢还做了一些危险性的动作，比如说亮出了肚皮亮肚皮的目的是什么？让我们看看它挂载的导弹。那么对这样的威胁性的行动，我们的轰6飞机的驾驶员沉着冷静，对他发出了警告，并且呢保持航向不变，继续前行，最终呢完成了战略巡航的任务。那么进入某个国家的防空识别区有什么问题吗？我们的外交部发言人早就明确指出，防空识别区不是某个国家的领空，而是公海上空。那么在公海上空，我们执行相应的战略巡航飞行任务，应该说根本就没有侵犯任何国家的主权。在这样的公海上空飞行是合理、合法、有据的。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区域遭遇到某些国家的战斗机的所谓的拦截，那么我们完全可以采取强硬的手段进行抗衡。当然，战略轰炸机它本身是对地攻击的，基本上不具备对空攻击能力，因此和某些国家的战斗机相比，它们不是同类型的军用飞机。在这样的空中遭遇的情况下，我们必须采取有力、有节和相应的对策措施，用语音警告或者是其他的方式将对手逼退。报道还提出，在这个区域的附近有我们国家的岛礁领土需要捍卫。那么显然这是一个有争议的区域，那么这个有争议的区域，我们要宣示主权，就必须采取相应的有力的巡航措施来宣示主权。那么远程战略轰炸机它的飞行距离比较远，留空时间比较长。你像这次事件的发生，那些干扰我们飞行的对手的战斗机，它是分了几个波次上来的，因此我们必须利用远程战略轰炸机航程远、留空时间长这个优势，跟他们实施长时间的对峙，来保证我们能够在所有的时间节点上捍卫国家的主权和海洋权益。当然，在这样的情况下呢，如果能够派出我们的战斗机进行护航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是战斗机的航程相对来讲比较短，留空时间也比较长，很多情况下需要我们自己的远程战略轰炸机正确的应对。这个事件呢，也充分证明了我军飞行员，不管是战斗机飞行员还是轰炸机的飞行员，都有顽强的战斗意志。为了
维护我们国家的海洋权益、领土领空的安全。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风险和情况，我们都能够以坚强的战斗意志去正确应对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